李天成在此，尔等岛国蛮夷，休想破我华夏龙脉！李天成和华夏的龙脉，今日注定要断送在我的手里。就算拼得神魂俱灭，也要将你们这群畜生永远留在昆仑！八嘎，这不可能！华夏的风水师居然……李天成，你给我听着！30年内，我大岛国风水师必断华夏龙脉国运。风水可杀人，让人断子绝孙，死于非命；风水也可养人，使人平步青云，富甲四方。爷爷的随缘堂开了几十年，怎么会突然关闭？难道是出事了？爷爷，好端端的随缘堂怎么突然要倒闭了？唉，程峰，你回来了。关键是因为那群躲在阴沟里的老鼠又要出来了，岛国的阴阳师即将卷土重来。来就来，咱们怂什么？爷爷，这店别关，我接手。胡闹！你以为风水师是那么好当的吗？按我们这一行，泄露天机，注定会遭受天道反噬；引卦孤独残，注定与财命全无缘。只想你平平安安的做个普通人，这烂摊子我老头子自己扛。爷爷，要是咱们华夏的龙脉真让东洋人断了，我李成风以后就算赚再多钱，心里能踏实吗？国必三缺，我不怕，我不能，也不愿看华夏气运毁于那帮骗孙手里。没给我丢人！今日拜祖师开法眼，传你钦天令，你便是我奇门一派的108代传人。这是随缘堂的钥匙，现在就是你的了。切记多行善事，累积功德可免遭天谴，勿要以术伤人，以术害人。臭小子，拜完了就好好收拾。左边那块灰没看见吗？昨天刚开眼，怎么今天就出现幻听了？我求见李老先生一面。我爷爷已经隐退了，我是随缘堂的新风水师。叶小姐，你有什么情况直说吧。我爷爷能看的局，我能看。他老人家不能看的，我也能看。叶小姐，你今日所求是为了你父亲那无药可医的奇病而来，对吧？你13岁那年必定早年丧母，你16岁那年曾命犯一场的桃花劫。李先生，你真能治好我爹的病？至于报酬，准备1万块钱吧。为了给我父亲治病，叶家早就花了几千万，请遍了国内名医，他居然只要1万。李先生，别说1万，就是给你几百万、几千万都可以。咱们该多少就是多少，我拿的是看风水的辛苦费，不是买命钱。看风水？我父亲是生了怪病，这跟风水有什么关系？你父亲的病根在你们叶家的祖坟，要想救你父亲，现在就带我去叶家祖坟。大师，这边请，车就在外面。这是我太爷爷的粪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粪定常数，儿孙无路，老树穿冠，子孙归天。四母，大兄，既然是这棵树在作祟，那我马上叫人把树砍断。住手！你是想救人还是要害人？砍了这棵树，难道不对吗？是这棵刺槐树的树根早已经深深扎入了你太爷爷的棺材里，一刀砍下去，树断了，你叶家子孙的命脉
也就跟着断了。你现在立刻下山去准备，我要上好的冥纸、香烛、鞭炮，然后再去找一批精壮的工人。2天后的清晨，跟我来这里一树开棺。无论是迁粪动土，还是移石栽树，都必须选在清晨，日为东升之时。清晨，日为东升，我记住了。工人的话，我立刻从叶家的工地上调最强壮的过来。还没完，别着急。如果你想找人帮忙移树，书香极其重要。生肖是鸡、狗、猴、猪的人，开棺之时必见血光之灾，最好全部找属相卫龙的工人。明白，绝不让先生费心，我一定办妥。传冠这种恶毒的局，寻常风水师根本布不出来，更不敢布。到底是谁对叶家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？9局遗留，岛国风水师行走华夏，专破风水局，断华夏气运。我就说谁敢不这么损阴德的局，原来是你们东阳术士。俺们叶家世代经商，跟东阳人无冤无仇，他们为什么要布下这么恶毒的杀局？东阳小国一直对我们华夏垂涎3尺，你们叶家内部必有内鬼配合。哼，那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既然我答应了你，就一定会帮叶家渡过难关。明白了，我先送先生回去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我停止调查，做你的美梦，敢砸奇门一脉的招牌，我要让你后悔莫及。叶小姐，麻烦你帮我打电话查一下，看看这到底是谁做的。查到了，是我二叔家的堂弟叶无名。看来他们勾结了东洋人夺权，忘了本的畜生。叶小姐，请你去帮我准备几样东西，包括那家伙的指甲毛发、生辰八字。按照老祖宗的规矩，迁粪动土，上坟烧纸，你不能一起，在这里等我们一下。还以为叶家请了什么了不得的高人，年纪轻轻，嘴上无毛，也敢在这儿装什么风水大师？大半夜把咱们叫来挖坟，神神叨叨的，看他一会儿怎么收场。烧纸前放鞭炮。奇门一派地百灵8代传人李成风，受叶家子孙之邀，化灾解难。今日多有打扰，还请各位叶家先祖先行避让，如有冲撞之处，请各位莫怪。装神弄鬼，对着土包说话，真以为死人能听见啊？鬼火！妈呀，鬼啊！先祖饶命！先祖饶命啊！可恶！竟然敢坏我的好事！卑鄙的华夏风水师，既然你想破局，那就把命留下吧！区区东洋邪祟，也敢在我华夏地界放肆！看我奇门遁甲！那个巴卡纳！一定是卑鄙的华夏人耍了阴招，绝不饶恕！华夏风水师，
我佐藤建议发誓，定要找到你，将你碎尸万段。邪祟一出，大家不用怕，开始干活吧。大關世界打開。李仙，不，李大师，这简直是把人往死里整啊！老树穿棺，吸食骨血，断绝子孙，立刻动手清理棺材。这位小天师，谢谢你赶走了东洋狗，救了我们叶家，叶家后人一定涌泉相报。大小姐，昨晚简直活见鬼了！那坟里飞出漫天的绿火团子。李大师那是真神仙，手掐法诀，脚踩八卦，硬生生隔着空气根，不知道哪里的邪门歪道斗法，一招下去，直接把那些东洋恶鬼全劈散了。事实上真有这么神奇的事？梦瑶，我刚醒，医生说我原本衰竭的身体指标，全在奇迹般的恢复。李大师，我父亲醒了，各项器官指标奇迹般的开始恢复，您的恩情，叶家没齿难忘。不必多礼，既然事情结束，那我也就先回去了。电被砸的时候，香炉也坏了，可不能让祖师爷将就着。刚好赚了钱，叶小姐大方，给我好几百万作为报酬，干脆去买个纯金的新炉子。先生，您真有眼光，这可是纯足金打造的极品香炉，这工艺可是极品，都是手工点出来的。咱们上海金店背靠的是鼎鼎大名的东洋商会，青州成都一条这条纹路刻得多细，一点火就能闻到纯金香气。要是摆在书房，那是真正的镇宅之宝。东洋商会，青州最大的金店，背后竟然是东洋人的资本，难怪里面全是岛国样式的晦气东西。阿卡，包起来。祖师爷，你的金香炉我买回来了，不错吧？小傻，你特眼下呀！你买的是个假货！什么？假货？竟连这种破铜烂铁都认不出来，丢我的脸！对祖师爷不敬，开罚！祖师爷，我这就去把这黑心店的招牌给摘了，讨个公道回来。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！哪里来的土包子？拿个破铜烂铁来我们上海金店撒野？我们这里卖的都是千足金，根本没有这种垃圾。我半小时前才买的，退钱，砸碎这害人的东西！你这个穷鬼想钱想疯了，不知从哪个地毯上捡了个破烂，好来敲诈勒索。保安，把这个寻衅滋事的碰瓷骗子给我打出去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穷酸小子拿着个地毯上的破烂假货，跑来我们盛海金店碰瓷讹诈。我再说一遍，这香炉是从你们店里买的，你们不仅卖假货，还敢恶人先告状！哼，你有证据吗？有本事就去告啊！哼，你去随便告。告诉你，我们盛海金店背后是东洋商会，在这青州城，我们东洋商会就是王法。泄露天机，注定会遭受天道反噬，硬刮孤独残，东洋商会。又是你们这帮岛国贼寇，坑蒙拐骗坑到了我奇门一派的头上，还敢在我华夏的土地上称王法？化作一般人，可能只能认了。但我李承风偏偏不信这个邪。祖师爷，
既然他们自甘堕落当东洋人的走狗，我就得让圣海金殿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我要使用民间禁术，三尸挡财。峰哥，这儿呢。黑沙缠绕，村子最近定有不祥，速速带我一探究竟。我去，刚刚是不是我眼花了？峰哥，我听说你去当风水先生了，莫非你看出什么了？我一进你们村子，就看到你们村子被一股黑煞之气笼罩，而且你仔细听，村子里鸡鸣狗叫，六处不安。你怎么知道？从半个月前开始，原本好好的村子，家禽家畜忽然开始莫名其妙的死亡。不过几天的时间，便死得七七八八。家禽家畜死完后，接着死的便是人。这几天，每天都有身体差的老年人去世，很多年轻人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。又一个，这是第9个去世的老人了。六处不安，家宅不宁，人亡财消，官印落地，日夜出殡，这可是大凶之兆。那是啊，什么声音？放牛的声音，走，过去看看。峰哥，啥意思？你别吓我，我们村子牛都死光了。我真的听到了牛叫的声音，就是在村东边传来的，应该和村子的情况有关。这不是普通的石雕，这里摆的是一处极其讲究的风水局。风水局？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是双牛换庚的上乘风水局，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峰哥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这石头怎么可能会叫唤？是不是周围有人放录音吓唬咱们呢？我没开玩笑，这不是普通的石头，这是有了灵体的上乘风水局。小先生，你竟然一眼就看破了我们村的风水格局。哎呀，关于这处风水局，村里的年轻人大多数都不知道，只有我们这些活了快一辈子的老骨头才知道。村东头这个风水局叫双牛换庚。老人家能否细说？这等上乘阵法，绝非无名之辈能不下。那是200年前的事儿了。那时候咱们村还不叫这个名字，叫下河村。可是那会儿穷啊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饿死了不少人。后来3元一派，龙门8举，这可是最早出现在唐朝为皇室服务的顶尖风水流派，更适合华夏官方共同创建护龙碑的。那位高人说，咱们下河村建在了大凶的地形围上，必须举村搬迁。后来咱们就在这个地方。老人家，既然阵法200年安然无恙，最近半个月到底有谁动过这2尊石头牛？半个月前，对了，半个月前有2个岛国人来过咱们村子，他们围着石头牛看了半天，还拿出一大笔钱，跟王喜来说想把这2个石头牛买走。岛国人买咱们村的石头干什么？算一下时间，在双牛环梗风水局上动手脚的人，应该就是那2个岛国人。我们村跟那2个岛国人无冤无仇，他们为什么要在石头牛上做手脚，破我们村的风水？我曾经听说过，岛国久居遗留的阴阳师行走在华夏土地上，专门破除各种风水局，目的就是要活生生破掉我华夏的每一处风水格局，斩断我华夏的龙脉气运。净煞解牛术！看，他们用的是中地煞解牛术咒，引72方为地煞之气，企图将这镇村之宝活生生分尸。我也看到了，好可怕！那我们村会怎么样？等到7749天一过，这2尊石头牛4分5裂，你们整个村子将成为死村。我家那几只鸡前天就死绝了，他说的是真的！造孽啊！到底是谁要这么害我们村？
妈的，哪里来的小神棍，在这儿妖言惑众？什么绝户不绝户的，胡扯！再这样我就报警，把你抓起来！这么着急站出来，难不成你把石牛卖给了岛国人？放屁！再乱讲话，我让你走不出村子！王喜来，你给大伙说实话，你是把石头牛卖了，还是答应了他们什么条件？那怎么了？人家岛国大老板可是出了天价买，这2块石头，这是给咱们村招商引资。王喜来，这石头牛可是在流血，这是咱们村的命根子。一边去！人家岛国大老板说了，只要石头一运走，立马给我。给咱们村部150万修路款。哼，我看是给你个人的买命情吧。那群岛国贼寇根本不是什么商人，而是9郡一流的阴阳师。他们买的也不是石头，是你们全村老少的命。王大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，敢做这样的事？没有大火，你狗屁不是，还敢出卖我们！峰哥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村子！诸位莫急，看我破水。乡亲们，顺着我的标记往下挖。这下面真有东西！诸位别怕，要破舟，就得把下面的东西挖出来。每一份残骸都对应着特定的方位阵点。李先生真的好厉害，竟然能精准猜出卖牛躯体的地方。南风，这牛都死了，干嘛还要把它大卸8块？每块上面都插着刀。因为这些刀全都是在牛活着的时候硬生生插进去的。9郡一流的阴阳师故意将牛活活折磨致死，就是为了极大增加他死前的怨气。牛的怨气越大，煞气就越重，便能快速凝聚地煞之气，冲撞风水局。这些家伙简直丧尽天良！要是让我遇见，绝不会放过他们！大点火，把这些灰物全部烧掉！地煞解牛术已破，布局的阴阳师准备迎接反噬吧。大哥，青州不会有人是我的对手，等你去了海城，就能收到我的好消息。到时候你可要好好折磨那个坏我在叶家布局的该死的华夏风水师。姐儿，王斌，多谢你的帮忙，要不是你，真没法这么快凑齐。峰哥，你要的这些玩意儿太邪门了，病死猫、无毛死乌鸦，还有瘦死蝙蝠，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呀？这些极度晦气的物品，是施展一门危险诅咒术法的核心媒介。为什么，峰哥？你要诅咒谁？盛海金店勾结东洋贼寇，欺压同胞，这门禁术名为三尸党才子，专为他们准备。既然你是惩罚东洋走狗，那就算我一个，我来帮忙。程峰，接下来怎么做？店里可还有值班的保安啊！小点声，把梯子架好。招牌后面有个露台，我们爬上去，把东西挂在上面。甲乙东北是财神，丙丁向在西南巡，戊己正北做方位。庚辛正东去安身，壬癸原来正南坐，便是财神方为阵。明财位，暗财位，牛年财位。谁在外面？死野猫，大半夜叫魂啊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保安，赶快把这些恶心的野猫、乌鸦和蝙蝠赶走！韩经理，哪有什么乌鸦和蝙蝠？都怎么搞的？下午要是再继续这样，就通通罚你们钱！救命啊！有蝙蝠咬人！
野猫，赶上我的车，打死你！3师党才术的威力竟然这么大，虽然金殿的人坑蒙拐骗、仗势欺人，但也罪不至死，而且可能会伤及无辜之人的性命。罢了，今晚去破树。好强大的煞气！居然有人胆敢诅咒东洋商会旗下的店铺，正好可以用来鸠占，却抄。毕竟倒霉的可都是华夏人，借此机会以傻练傻，练就我东洋是神。要怎样做才能破掉这邪门的术法？把尸体解下来，用朱砂火烧掉就可以。我的天，这鬼东西怎么还会动？这种诡异的布局之所以被列为禁忌，不仅因为它能害人，更因为它能聚集邪气。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斌子，快跑！跑！往哪跑？往下面撤离！跟我来！还好没摔个狗啃泥，习惯就好，别分神。我们得赶紧走。妈呀！太他妈吓人了！救命啊！民间禁术3师党才竟然恐怖到了这种地步，不对劲！我原本只是想惩戒圣海金殿那帮东洋走狗，却差点酿成大祸。爷爷说的对，禁术不能随便用。祖师爷，弟子动用民间禁术惩戒奸商，却滋养出凶险妖物，险些酿成大祸。弟子是不是做错了？放屁！惩恶扬善，替天行道和错之有，错的是你这臭小子学艺不精。你的禁术杀气早就被人暗中利用了。被人利用？祖师爷，到底是谁在暗中捣鬼？哼，天机不可泄露，玄门行事，凶险万分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，你自己滚去查。您老人家多说两句能掉块肉啊！小兔崽子，还敢顶嘴，给我滚！斌子，你干什么去？疯子，我不干了！昨晚那可是妖怪啊！再这么搞下去，咱俩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要回乡下。你现在走，那化妖的怪物就会去害无辜的人，而且他也已经盯上我们了。我们被盯上了。你现在回去，会给叔叔阿姨惹祸的。放心吧，既然阵法是我不下的，我亲手解决。如果任由妖魔作祟，必定会留下无穷的后患。斌子，帮我最后一次。好啊，那就干了！要死一块死！这怎么这么多人？还打不打妖怪了？先别动，情况不对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好好的金殿上面怎么会挂着这种晦气东西？我也不知道，别着急，邓老板，我仔细看看。无毛乌鸦、瘦死蝙蝠、病死猫，这些全都是大衰之物，是恶毒邪术啊！可是，这到底是什么局？我活了几十年，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堂堂青州玄术协会的会长，玄门正宗的元老，连这等民间禁术都认不出来，
其实道明之本。二叔，把这3只动物挂在门上面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没办法了，拍几张照片发给你三叔，想必他老人家一定知道这是什么局。好。二叔，三弟，怎么了？二哥，你马上推算一下方位，看看那3个动物的尸体是不是正好挂在金殿的3大财位上。好，我这就推算。疯子，这老头行不行啊？你昨晚找财位不是1分钟就搞定了吗？他怎么拿着个破盘子转了半个多小时？他水平太差，底子太薄，玄术协会本来也没几个有真本事的。算出来了，3只动物尸体悬挂的位置分毫不差，正是这金殿的明财位、暗财位和流年财位。死猫、死乌鸦、受死蝙蝠，镇压3大财位，这是早就失传的民间恶毒禁术，一种违背天和的阴损手段，就是我们玄学界的败类，必须找出来，严惩不贷。疯子，这咋办？咱们成华夏玄学界的败类了。败类，我李承风专杀汉奸走狗，问心无愧。你们若是想抓我，那我们就看看到底谁才是华夏玄门的真脊梁。二哥，你把3只动物的尸体取下来，用桃木火或是朱砂火烧掉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。这民间禁术如此邪门，原来直接烧掉就行，用什么朱砂火、桃木火烧，真够麻烦的。东洋商会可是让我务必保住他们布下的元灵催化局，只要把这只成型的妖物放走，我就能名利双收。二叔，三叔既然下了令，咱们照办就是。不过嘛，依我看，三叔的方案也不够好。早点解决，才不会引起老百姓更大的恐慌。咱们直接用普通的火烧了得了。言之有理，快拿油和火把来，就用普通火焰烧了它。愚蠢，普通火焰根本烧不毁3尸的杀气，反而会放跑他们。那个死猫跑了！三魂合一，妖物终于成型了。华夏的玄术协会真是一群自作聪明的蠢货。去吧，我大东洋帝国的式神，去大肆破坏周围的华夏风水格局，让青州大乱吧。胡会长，那只死猫怎么还跑了？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这3只动物的尸体应该是化灵了。什么是化灵？难道是咱们常说的诈尸？各位，其实那只猫并没有死，只是假死。我们放火，猫受了刺激就跑了，很正常。大家散了吧。没错，没错，那只猫运气好而已。蝙蝠和乌鸦也一个道理，根本不是什么妖怪。假死，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一群废物。唉，如今一尸3魂，如果不趁早收服，必定为祸一方。程风，那个死猫跑了，还恶狠狠地瞪了咱们一眼，他会不会来找我们报仇啊？肯定会来。他逃脱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我这个布阵的人报仇。那咱们该怎么办啊？等死吗？放心吧，我想到对付他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奇门一派遁甲之术。奇门遁甲？我操！程风，你还会这个？是不是
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能飞天遁地、移山填海、撒豆成兵。移山填海、呼风唤雨，我现在还做不到，但是排兵布阵、请神遇鬼、诛杀一只猫妖，绰绰有余。我们立刻回岁元堂，今晚我要让这只妖物有来无回。李先生，明天晚上我爸爸在望海阁设宴，想请你吃饭，不知你有没有时间？如果有空，定然会去。只是今晚我大祸临门，只怕没空。好吧。斌子，把我的3盒罗盘拿过来。好，疯子，你要干嘛？布阵。奇门一派，6丁6甲，6阴6阳，12神将护身阵，6丁为阴，6甲为阳。这2神将各司其位，金毛卫神将司马庆，金卫卫石疏通，诸神归位。这疯子喽，这儿乱指乱点，嘴里叽里咕啦的，这就是他吹的奇门遁甲。李先生这是在布阵。祖师爷保佑，今晚要是12神将压不住那猫妖，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要是嗝屁了，以后可没人给您上香了。程峰，都10点多了，叶小姐都回去休息了，那死猫估计不敢。程峰，他来了，怎么办？不要怕。6丁6甲，12神将，听我号令，阵前！甲戌未，阵门开。关门打狗，神木开，神兵出，斩妖除魔。该死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程峰，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太惊人了！你一定要教教我。改天再说吧，我好累。大小姐，你是没看见，我兄弟昨晚的奇门遁甲简直神了！金光一闪，神仙下凡，把那猫妖按在地上摩擦。行了，别吹了，你没开法眼，根本看不到吧？义父，你醒了？什么时候收我为徒？奇门术法不是用来拿出去显摆的，也不容易学。李先生，今晚不仅想聘请您做九鼎集团的风水顾问，还要隆重介绍一位大人物给您认识。既然叶家有这样的好意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走吧。原来是去帝王阁的2位先生和1位女士，里面请。万福金安，欢迎光临。叶小姐，在这里吃一顿饭得花多少钱啊？最便宜的状元隔1晚180万，最贵的皇后隔780万。180万？你爸爸定的是哪个？以我爸的身份，最多定状元阁，但今天不一样，因为有那位大人物在。所以，这顿饭根本是个骗局。设宴的不是叶孤城，而是那个大人物。最下面的状元阁一次往上到皇后阁，这7处楼阁的门窗朝向，全是坐南朝北。这9处楼阁所见的方位，乃是上应星辰，下对地位，这是讲究天地人相合、风水气相应的大成风水局。群臣来拜，帝王加冕，天子坐朝，一统河山。布下此局的风水师简直是个疯子，他在这里布下天子坐朝，不是想让子孙后代黄袍加身，就是想祸乱华夏。可惜啊，大成风水局已经被人给破了。这里的风水局是帝王之局，但此刻没用了，因为那座帝王阁上面还有一个阁楼，以前一定叫太皇阁。哈哈，今日能得诸位名流与大师齐聚一堂，真是我的荣幸。诸位客气了，今日这帝王阁之会绝非等闲。
你们是什么人？来这里做什么？说好的请吃饭，结果居然是这种情况。黄老板息怒，这位先生是我请来的风水大师李成风李大师。哈哈哈哈哈！就他还是风水大师？哈哈哈！老夫行走江湖60余年，52岁那年才得到同行认可。你这乳臭味干的小子，不过20出头，估计连风水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敢自称风水大师，简直可笑至极。糟了，在玄学界，大师的称呼极其尊贵。李成风如此年轻便敢应下，肯定让在场所有老资历的大师都感到极度不爽。刘大师，刚才是我说错话，李先生不是什么大师，他只是略懂一些风水术而已。叶老板，以后擦亮眼睛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被称为大师的。风水相术界，除了我爷爷，我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叔子狂妄，你可知道在场的都是什么人？居然口出狂言！哼，竖起你的耳朵听好了，这位是东北的出马仙张大师，这位是善宗传人了，韩高僧，这位吴天正大师。在场诸位，论资历、论地位、论本事，哪个不比你高？哪个不比你强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在我们面前自称大师？哼！你们若是论资历和地位，可能比我兄弟厉害，但要是论本事，你们肯定没我兄弟牛逼。我兄弟不仅能用奇门遁甲请来12个金甲神仙，还能运用30档财术，直接把那家圣海金店搞得关门停业。这憨货真是什么都敢往外抖，难道他没看见圣海金店的幕后老板邓四海就坐在那儿吗？圣海金殿门口的民间禁术30档才是你布下的，这下算是被王斌这家伙推到了风口浪尖。够了，李先生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带上你的助理，请回吧。李先生，要不您先去偏厅休息一下？不必了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这位老人天庭饱满，自带官印，地阁方圆，手握大权，绝非普通人，必定是叶孤城口中的那个大人物。滚开！别挡了老将军的道！住手！你再敢动他一下，我这就让人把你丢出去！抱歉，抱歉。小伙子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楚老将军，这位李先生可是叶孤城叶老板专门请来的风水大师呢，不知道他到底算得准不准，还是只会耍嘴皮子。我就是风水大师，在整个青州城，我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楚老将军，这个李成风根本不是风水大师，我是识人不清，才误把他带到了望海阁，我跟他彻底划清界限，他跟叶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小伙子，他说你是骗子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井底之蛙，岂知天高海阔任鸟飞？小小蝼蚁，怎知万里河山踏铁马？好一句，万里河山踏铁马。不管你是不是风水大师，小伙子，今天这顿饭老夫请了。既然老将军说了，这个面子我给。老夫此次来青州，是遇到了极其棘手的麻烦，想寻一位真正的玄门高人来化解。所以谁能帮我解决此事，不仅望海阁归他，老夫手里一项价值100亿的工程也一并交给他。难怪这老滑头非要请我当什么风水顾问，原来是想拿我当枪使，自己拿好处。哼，差一点就被这老狐狸利用了。就从老夫写的这个棍字开始吧。谁能推算出我遇到了什么麻烦，我们再说下面的事。老将军，此话向深远，老朽推断，您这是遇到了关乎家国大事的麻烦。说一句模棱两可的家国大事，就想蒙混过关，这就是你们所谓大师的水平。拆字之法，洞察天机。滚字左为木，在风水中，东方甲乙木，木即为青龙，代表我华夏龙脉；上位为日，代表东洋贼寇；下位为比，形同双臂，手即为钢刀。老将军，您所忧虑的是岛国贼寇正妄图斩断我华夏龙脉。好一个风水大师！李先生所言，
一字不差。海城有一条黄浦江，那是浑然天成的水龙脉，在风水学上名为九曲来水。正因为这条水龙脉的庇佑，海城才成为了华夏最重要的经济命脉。但现在，它危在旦夕。老将军，岛国人到底在黄浦江做了什么手脚？2年前，岛国的一家公司联合外资，打着投资的幌子，经过合法的竞拍，拿到了黄浦江边的一块核心地皮。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将近500米的摩天大厦，海城经济中心。一旦建成，那就是华夏第1高楼。老将军，外资建高楼，这在海城很常见呀。你可知他们居心何其歹毒？他们的风水师佐藤正雄，他把那栋大厦的整体造型设计成了一把东洋军刀，形成了风水学上极其险恶的绝杀之举——天斩杀，要活生生斩断我黄浦江的9曲来水风水局。一旦黄浦江的龙脉被斩断，不仅海城经济彻底崩溃，整个华夏的经济与国运都会受到极其惨烈的冲击。各位大师，谁能去海城化解天斩杀，护我华夏龙脉？这群玄门败类眼里只有利益，根本不知天斩杀有多恐怖。华夏龙脉绝不容到国贼扣然指。泱泱华夏，难道玄学界连一个能看破此局的人都没有了吗？你刚才不是狂得很吗？不是说自己天下第一吗？怎么现在变成缩头乌龟了？好啊，既然你们想玩，那我们就打个赌。如果我能一语道破此处的风水布局，你们就当众给我认错拜师；如果我说不出来，这条命任由你们处置。好，我们跟你赌了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望海阁整整7处楼阁的门窗朝向，全是坐南朝北，唯独咱们现在身处的这座帝王阁，门窗朝向是坐北朝南，死死压着下方7处楼阁。9处楼阁建在云龙山顶，上迎星辰，下对地，讲究的是天地人相合，风水气相应。所以此地风水为16个字：群臣来拜，帝王加冕，天子坐朝，一统河山。真大师，这才是真大师啊！望海阁非你莫属。愿赌服输，师傅受我一拜。这就算了，一个玩笑赌约而已。老将军，重要的是天斩煞，此事刻不容缓，我愿为华夏效犬马之劳。李先生，海城那边传来消息，那栋有岛国和西方合资建造的楼房，还有3天就要彻底封顶了。一旦封顶，风水杀局便会彻底成型，避无可避。老将军，我们必须立刻到现场砍玉。每当清晨太阳升起时，这栋形似军刀的大厦影子，就会像一把从天而落的绝世军刀，正好狠狠砍在黄浦江上。小兄弟，是不是看出了什么玄机？借苍天之杀，战9曲龙水，刀杀4起，过击8方。小兄弟，这里人多眼杂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到楼上再说。这个年轻人太不简单了，刚刚下车不过1分钟，竟然就一眼看破了那座大厦的恶毒风水布局。小兄弟，你站在这里纵览全局，可能看破这黄浦江的风水布局。这不是普通的风水阵法，
九曲来水，玉带环腰，双龙汇聚，金珠引龙。疯子，这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啊！这是千古罕见的风水大局，夺天地造化，吸日月精华。不错，这个夺天地造化的大成风水局，正是当年的风水高手李天成亲手布置的。没想到爷爷居然还帮助过官方的人，有如此通天彻地、护佑华夏的惊世手段。好，一个九曲一流，他们在这里布置的天斩杀，不仅王图斩断我华夏龙脉，更是要毁了李天成大师耗尽心血才布下的护国大局。这帮岛国贼太他妈畜生！老将军，既然咱们都知道了他们的阴谋，还等什么？把那破楼给炸了啊！要是真能炸，老夫早就亲自动手了。大楼已经建成，这背后牵扯到极其复杂的国际资本和多方势力，想走程序让他们拆掉，根本不可能。这样的话，有没有办法拖延军刀楼的建设呢？没有，我们的时间不多，只有3天。一旦大楼封顶，天斩杀就会彻底形成。小兄弟，你既然能一眼看破黄浦江的风水，你可想到化解天斩杀的方法？当然有，老将军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只要有我李成风在，绝不让岛国贼扣回我华夏半寸龙脉。明天我们就会商议计划，确定方案，到时候你一定得来参加。诸位，军刀楼封顶在即，天斩杀即将成型，大家有什么化煞的妙计，直说吧。吴大人，依我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百姓广场修建一座巨大的后羿射日雕像。哼，雕像岂能挡杀？贫道建议，在江面悬挂一面巨型八卦破杀镜。不行，必须取一块最大的石敢当，镇在江边。各位的方法都太保守了，我们应该在军刀楼旁边动工修建，悬兵剑，以杀制杀。小赤佬，你叹什么气？这里坐着的都是玄门宗师，你有几斤几两，也敢在这里摆谱？九曲一流的专属印记，原来海城玄术协会的会长，竟然是岛国人潜伏在华夏的间谍。八卦破杀镜，泰山石敢当，面对借天地之威的天斩杀，只会被瞬间碾成齑粉。至于你说的以杀制杀，两座大楼交锋，杀气四溢，不过是在自掘坟墓，一派胡言！吴大人，把这个信口雌黄的小子给我赶出去！李成风，既然你说大家的方法都不行，那你有什么化解天斩杀的办法？奇术术法，为龙披甲，为龙披甲。你在说什么呢？老夫看你分明就是在胡诌八扯，胡编乱造。他怎么会知道卫龙披甲？这可是早就失传1000年的奇门顶级护龙术法呀！黄口小儿，居然在这种事情上口出狂言，马上滚出去！什么玩意儿，也敢在我们面前装逼，也不看看自己那副穷酸的德行！胡闹！这种人也敢来见长老，赶出去！下去！楚老将军，告辞。这小兄弟虽然身怀绝技，但毕竟太年轻，没有名气、地位和背景，切莫劝人，没钱莫入众啊！老将军怎么来了？小兄弟，他们不信你，老夫信。你刚才说的奇门术法为龙披甲能破天解杀？当然可以，只要满足几个条件。第一，我需要5座上古五帝神龛。第二，我需要整整5万枚五帝钱，必须是流传下来的真正古币，绝对不能有一枚是现代机器仿制的赝品。好，老夫这就下死命令。成风，你看他们弄的这些玩意儿，能挡住那个什么天斩杀吗？希望能成吧。为了这黄浦江的水龙埋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希望，也得试。9瓣菊花是9局一流的风水师，他们竟然亲自来了海城。父亲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弟弟。简二军在青州城发现一处上乘风水局，双牛环梗，本来想破局，却被人害死了。
原来破我们村风水，差点害死全村人的王八蛋就是他们。一个人，极其危险，我们现在绝不是对手，冲上去太不明智了。建议别自责，等我斩断了黄浦江的水龙脉，我们就回家。华夏的风水师在江边布了八卦破煞镜和泰山石，我们的天斩煞会不会被化解？田中君，你多虑了。任何化煞局在我的天斩煞面前都是螳臂当车。封顶！挡住了！我的泰山石挡住了！看，石雕显灵射日了！完了，怎么办？天斩煞马上就要砍到黄浦江的江水上了。黄浦江的龙脉若是被砍断，华夏国运必受重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华夏风水师，我看你们今天还有什么办法能对抗我的天斩煞？拼了！紫符不愧是护龙卫，竟然能驾驭上乘的紫色符箓。上乘法咒，修为不够者根本无法拿出。天地正气，乾坤贺伟，法旨降临！哇！吴老弟，好样的！老哥助你一臂之力。贫道也来凑个热闹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只要大楼不拆，天斩煞就会无限重生。煞气怎么越来越强了？跟他拼了！下雨了，怎么会是红色的雨滴？这不是雨，是神龙之血。身为护龙卫，却护不住华夏龙脉。吴天罡愧对祖国，两条四脚爬虫，我看你们还能撑多久？华夏的龙脉今日必断！我绝不能再等了，必须让楚老将军助我施术。楚将军，我才是海城玄术协会的会长。你要是敢让李承风插手此事，那就是跟我们整个海城玄术界作对。对，连护龙卫都败了，他一个黄口小儿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们过难当头，你们竟还在这里党同伐异！我不明白，大敌当前，这个司马洪为什么死活不准你插手这件事？老将军，这个司马洪有问题。司马洪可是土生土长的海城人，怎么会是久举一流的人？老将军，您仔细回想，那天开会的时候，我不过就是摇了摇头，司马洪就死咬着不放。还有那些大师争吵不断，如同仇人，肯定有人在挑拨他们的关系，让华夏风水师
无法团结一致。好一个九局一流，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玩无间道！我这就派人把他秘密抓起来。小兄弟，黄浦江的神龙已经重伤气血，我已备好所需用具，小兄弟能否解决龙脉之危？万事俱备，明天正好是武帝巡游日，明日清晨，日未东升之际，我便施展奇门秘法，为龙披甲。老将军，您就这么相信他能请来上古武帝为龙披甲，化解天斩煞？我相信他。列宿天星顺逆游，五着地前鬼神通，天转剑向开天元，人转剑向圣地出。神通灵物齿分明，三清道祖真持令，请。武帝，半个小时了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我就说他是在弄虚作假。难道我华夏的龙脉今日真要断绝于此吗？我兄弟就是牛，竟然连龙卷风都能召唤出来，成功了！他真的成功了！大胆术士，竟敢扰乱武帝巡游，该当何罪？天罡，你怎么了？老将军，保持安静。他真的把上古武帝请来了，他正在和武帝对话。奇门弟子李成风，恭迎武威圣地。弟子无心惊扰圣地巡游，实乃华夏龙脉危在旦夕，万般无奈，恳求圣地原谅。来圣地巡游，本是魂飞魄散的死罪。念你通小阴阳之理，懂得奉神之规，暂且饶你不死。但你具体所谓何事拦路，必须如实招来。启禀圣地，岛国贼抠乱我华夏，再将盼不下恶毒杀局，妄图借天煞之气毁我华夏龙脉，斩我风水神龙。启门不肖弟子斗胆恳请五位圣地大发慈悲，为龙披甲，护佑华夏。区区蛮夷，竟想毁污华夏龙脉，占我华夏神龙，胆大包天！神龙受损，华夏龙脉守不住啦！只要我这一脉传人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无可能。奇门弟子李成风，恳请武帝私下神力，救我华夏神龙。准！两位龙尊，快飞到这边来！天清地灵，万古地宗，武宗地气，万古清明。武帝敕令，为龙披甲，起！天斩煞被破了！他真的做到传说中的为龙披甲。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神龙保住了。李大师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从今天起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别高兴太早，天斩煞还没彻底化解。太阳东升，刀砍黄浦江；太阳西落，刀砍的是陈家嘴。想彻底化解，还得再建一座喽。这等神鬼莫测的通天手段，出自一个少年郎之手，简直骇人听闻。老将军，诸位，神龙虽已披甲，
但天斩煞的危机并未彻底解除。日落的时候，军刀楼会直接砍向陆家嘴经济中心，断的是华夏最核心的财气和水龙之气。李先生，之前的确有些小瞧了你，你确实有好眼力。不过老夫和刘大师早有准备，这是我们设计的3种建筑方案：玄冰剑、亢龙剑和金刚盾。采用的就是风水界最霸道的以杀制杀，绝对能把那狗屁军刀楼劈得稀巴烂。胡闹！之前就说过，天斩煞对冲天斩煞，人间打架，凡人遭殃。黄口小儿，你懂什么？闭嘴！李先生说的对，护龙为保的是天下苍生，绝不拿百姓的命当挡箭牌。好，既然你把我们的设计贬得一文不值，那你李成风倒是拿出一个保全百姓的方案来啊！时间可不充裕，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本事在1周内设计出一个比我们更好的大楼。这图纸上的建筑看起来可不太行，这小子可别这次托大翻了车。此图一出，老夫甘拜下风。我不懂风水，这楼到底有什么玄机，能让2位大师甘拜下风？胡大人，这张图看上去虽然丑，却是化解天斩煞最完美的设计。大楼悬建在青龙位，能死死挡住阳光，让阳光根本无法照进军刀楼顶部的空洞。没有双刀托日的折射，天斩煞在清晨就无法形成。双保险。原来如此，是老夫眼拙了。那傍晚呢？天斩煞若是砍向陆家嘴怎么办？这就是大楼盘旋倾斜的原因。大楼盘旋上升，自带形成一个极其庞大的飞龙卷气场。傍晚的天斩煞一旦劈落，就会被这飞龙卷的气场直接搅碎。先生通天手段，老朽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还请李先生亲自给这洞户国大楼嘶鸣。对，这栋楼由你而生，你来起名最合适。我们这座楼就叫海城中心大厦，碧血丹心，忠诚报国。好一个海城中心大厦！抱歉，老夫先接个电话，可能是有重要的情报。老夫派去抓捕司马洪的队员全部牺牲了，司马洪那个老贼跑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咱们龙门八局里最精锐的武道高手。司马洪绝非泛泛之辈，他不仅身手了得，更精通极其邪门的东洋邪术。现场传回的情报，我那4个部下遭遇了极其罕见的非自然打击，最惨的一个是他在极度的幻觉中对他自己下了死手。这种丧尽天良的恶毒手段简直闻所未闻。李先生，那个人逃脱了，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威胁。他若真是那伙人的同党，你守护这片土地核心支柱的事情，瞒不住他。从现在起，我会派军队24小时贴身保护你，绝不让东洋贼抠动你一根头发。老将军，不必了。那帮卑劣的家伙若是敢来找我，那倒让他们好好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正统秘术。好个呀若！我辛辛苦苦筹划了10几年，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，怎么会失败？大人息怒，
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和上面的人交代。滚去查这帮卑鄙狡猾的华夏风水师，到底在黄浦江上做了什么手脚？佐堂大人，您尽管放心，我们这就去调查，一定会查出这些卑鄙的华夏风水师到底用了什么手段。知道了就滚！华夏风水师，你们太卑鄙、太无耻了！你们到底用的什么方法化解了天斩煞？我都说了滚，难道听不懂我的话吗？神木，你不是在当街戏潜伏吗？怎么跑我这里来了？阁下，很抱歉，刚才多有冒犯，还请原谅。少啰嗦了，赶快去给我找医生！没看到我的身上有伤吗？3分钟内赶到，不然等着瞧。阁下，先说说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在这里是什么人敢动手伤你？我的身份暴露了。昨天有4个极其厉害的高手潜入，想要抓我，我被他们伤到了。若不是我故意示弱，让他们掉以轻心，陷入幻觉，现在你可能就看不到我了。重要事项有没有受到影响？很遗憾，我们的计划失败了。什么？你说我们的计划失败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混账！那个家伙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守住了那里。八嘎！敢破坏我们大岛国百年的谋划，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欢迎楚将军，少来这一套。那4个牺牲的兄弟在哪儿？先带我去看看。老将军，军事重地，这位小兄弟是？他是我的贴身警卫，带路。老将军，这位兄弟叫张彤，就这么突然的走了，他才26岁啊！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技术部门查出来没有？初步推测，他们是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外界意识干扰，在混乱中遭遇了意外。对，如果仅仅是中了致幻剂，绝不会死得这么诡异。有人在笑，有人在哭，有人面目狰狞，这不是幻觉，而是有人下了毒手。他们中的是岛国神木家族最恶毒的邪术——催命术。这本是我华夏的民间禁术——催命咒。唐朝年间，北来大唐游历的岛国术是神木川偷回了东洋，华夏的术法竟被岛国贼寇偷去，反过来残杀华夏的子弟，无耻之有！将军，4个兄弟回来了，他们在给咱们清理呀。大家快看，这个发现太关键了，这里有一段不属于这里的纤维。都怪我刚才太大意了，没有早点发现。这段纤维一定是对方留下的，这可是抓到他的重要证据。我们的伙伴在最后一刻留下了这个，对方死也想不到会留下这么明显的。有了这段纤维，我们就能通过实验室追踪到来源。好，李先生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做？这位兄弟，虽然我不认识你们，但是你们的仇，我奇门一派接了。我要动用奇门最狠辣的禁忌邪术——水皮术。李先生，关于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特殊追踪方法，是奇门一派最令人胆寒的禁术——中术者
会经历极其残酷的身体异变，在痛苦中慢慢失去生机。那我们现在就施法？这样的顶级禁术，自然不可能只依靠一点媒介就能施法，还需要对方的精确信息，以及相对应的生物媒介，还有各种传统材料等。李先生，就算我们能查出那个贾司马洪的生辰八字，可去哪儿找一条生辰八字跟他完全对应的蛇啊？只要你们能查出他的生辰八字，我就能把那条同命蛇给揪出来。不要被他司马洪龙的假身份骗了，重点排查岛国神木家族的入境记录。既然程峰有自信，那就这样做，3日内搞定。没想到还能为战士们报仇雪恨，程峰啊，这几天你就好好休息一下。劳烦老将军费心了，等东西凑齐，我立刻让东洋人知道我们的厉害。神木，那个穿着白 T 恤的年轻人，就是用奇门术法法为龙披甲法，坏了我们百年大计的李成风。没错，就是他。那个老头就是华夏军方的楚云鸿吧？他似乎在令人调查你。我就说，龙门八局的人怎么会突然来抓我？哼，原来是被他报复了。八嘎，敢动我神木三太郎，他必须付出代价。李先生，您真是神机妙算，司马洪的真实身份查清了，他就是神木家族的神木三太郎，这是我们找到的他的生辰八字。做得好，神木三太郎，你就等死吧。走，去海城军营东边的芦苇道，请灵蛇。三位大哥，你们干嘛去？就这么进去抓？抓到下辈子也抓不到同命蛇，快回来！小兄弟，不进去抓，那怎么找蛇？难道等他自己爬出来？我们不抓，我们请。土地爷爷，土地奶奶，奇门弟子李成风有事相求，恳请二位正神大显威灵，助弟子一臂之力。小小术士，请本仙显灵，所谓何事？你大费周章寻找生辰八字相合之物，是不是想用邪术害人？启禀土地爷爷，岛国贼抠乱我华夏，用恶毒邪术残杀我4名保家卫国的将士。弟子今日用术，让其血债血偿，本是天经地义，还请正神明察。真有外来势力在我们的土地上如此妄为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把那东洋贼抠的生辰八字烧给我，我这就帮你把那条同命灵蛇带上来。多谢二位正神。你在这候着，灵蛇马上就到。这就行了，在哪儿呢？马上就到。好大的蛇！蛇兄，既然土地爷爷已经跟你交代过了，我就不再多说。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。我会亲自去玉皇庙为你祈福，祝你早日修成正果，位列仙班。天圆地方，律令9章，无今下笔，万鬼伏葬，请施咒起。蛇兄，忍着点，千万别乱动，不然我就砸死你煲汤喝。天之玄经，地之玄经，神之玄经，鬼之玄经，助之无身，万窍通灵。然！
不好了，楚小姐被带走了！说什么？青言被带走了！是谁这么大胆，竟敢对我的女儿动手？我绝不会放过她。秦墨、唐文、胡天罡听令，凡是参与这件事的人，全部带回来。是。救命啊！神木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叫声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！神木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不好了，佐藤阁下，神木大人要死了！阿嘎，你们三个混蛋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佐藤大人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这就拍张照片发给您。立刻撤退！楚云红的女儿别去管了，神木他已经活不了了。楚小姐的声音，破门！楚小姐，我们这就接您离开。这老贼终于是服住了。这个派系的施法者修有诡异术法，哪怕是倒下了，也极有可能继续作恶。五心禁魂，九幽镇压，我要你永生永世，不得轮回。强敌已除，那些邪恶的术士终于撤退了，我终于可以先回来了。还得感谢楚老将军送我们，让我们做军方专机。外面再好，也不如自己长大的地方亲切。饿了没？咱们去对面吃碗羊肉烩面吧。海城那边的饭菜蛋出鸟了，还是咱这的烩面量大实惠。好，走着。好一条通灵的小蛇。小家伙，我看你灵根不错，又在此次护国之战中立下大功，本仙带你修行，你可愿意？啊，程峰，咱现在也算有钱了，改天买辆车吧，我给你做全职司机。行啊，回头去买。我操，一夫大气！我这就回家给我爸妈报喜。也该回去看看隐居的爷爷了。师傅，去海边里加渔村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臭小子，还知道回来？海城的事儿，老头子我都听说了。天斩煞这局不好破吧？这不好破，但我没给咱们奇门一派丢脸。我用了您教我的围龙披甲，护住了黄浦江的水龙，还有那个布置杀局的岛国汉奸神木三太郎，我用了睡皮术，让他下18层地狱了。好小子，没夺了我李天成的威风！岛国贼寇杀得好，来当服役大摆。你断我大岛国百年大计，今天我就送你们爷孙俩一起归西。我爷爷今年已经快80岁的人了，对你们没有任何威胁，放过他。有本事咱们单挑，死
4个人打我一个算什么本事？单挑，愚蠢的对手！快解决掉他们，我还要回海城吃生鱼片。如果你连这4个废物都搞不定，就不配做我李天成的孙子。在咱们奇门术士眼里，无论是修炼外功的武夫，还是求仙问道的修仙者，狗屁都不是。想当年，你太师爷远渡岛国，布下12都天上大阵，如今区4个武夫，你还要拿板凳？爷爷，我懂了，我绝不给您丢人。甲木庚金尺，乙木辛金妹，丙火壬水王，丁火癸水亮，戊土甲木八，己土乙木枭，庚金丙火颓。奇怪，这些风好像是从土里钻出来的。马嘎，这是华夏的七杀锁魂阵，绝不能让他结阵成功！快去阻止他！七煞之灵，听吾号令，阵起！卑鄙无耻的家伙，有本事真刀真枪的打，用这种手段偷袭算什么本事？七爷爷，七爷爷，您就给我讲讲嘛，太师爷当年是怎么在岛国大杀四方的？滚！小混蛋！从那天起就赖在这里，天天揭老子的伤疤。我怎么捡了你这么个熊孙子？老子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有几天好活？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下吗？滚回你的青州去！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问了。你和我一起回青州享福吧。赶紧滚！坏了，那条立了大功的大蛇好几天没喂，估计饿成蛇干了。那么听话的一个小家伙，就这么跑了，真是可惜了。我操！怎么可能？这画上以前绝对没有蛇啊！臭长虫，谁让你跑到画里去的？赶快给我出来！本仙让他跑到画里修行陪伴本仙的，怎么？难道不行吗？大哥，我一直听你们的话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愚蠢的家伙，你不过是我的养料而已。嘿，这么弱，连当祭品的资格都没有。能量衰弱，还有那种诡异的气息，这家伙莫不是之前被我教训过的叶家人？李大师，我错了，那帮东洋人根本没把我当人看。知道就好，自己回去休养吧。李大师，那个岛国风水师回来了，他们今晚就在望海喽。青州玄术协会的副会长胡延松正在望海阁帝王阁里秘密招待他们。什么？他们怎么敢在我的地盘招待岛国人？如果你要过去，我去喊我的保镖，让他们开车过来。叫车来！在我的地盘挂岛国的白灯笼，找死！告诉我，那几个不速之客在哪里吃饭？在帝王阁。帝王阁？帝王阁和最上面的望海阁从来都是不对外开放的。佐藤建议他们怎么可能进得去？是谁让他们去帝王阁用餐的？是唐女士。望海阁是我们的人投具自荐的，可是被你们抢走了。你们这些人真是毫无信义。佐藤先生，对于望海阁的事情，的确是我们华夏人做的不对。您放心，我会想办法把望海阁归还给大岛国，以此来促进我们两国的关系。胡先生，
你是我们大岛国最好的朋友，我为大岛国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高兴，我敬你一杯。能成为大岛国的朋友，也是我胡岩松的荣幸。我先干为敬。他妈的卖国求荣的畜生！你是谁放进来的？敢惊扰佐藤先生的酒局？李成风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滚出去！都给我闭嘴！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，马上给我滚！惹毛了我，我一个一个的收拾你们。唐老板，这顿饭我吃得很不满意，等你让我满意了，我们再谈投资的事情。你就是李成风，来得正好。我可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拿到的望海阁，为了促成我们青州与东洋人高达600亿的合作项目，立刻把望海阁的控制权交出来。哼，怎么？你要强取豪夺我的资产？青州的一切都成你们这群卖国贼的东西了？你的资产，在青州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来人，教教他怎么懂规矩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现在忍让你一次，但这只是个开始。大姐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不要这么叫我，你不配。我混迹青州这么多年，强占别人资产，哪个不是又哭又闹？他价值100亿的望海阁被我1块钱抢走，竟然不闹不怒，还带着……哼，此人绝不能留！滚吧，以后不准再踏入望海阁。见到我要躲得远远的。我会让你知道，跟我们大岛国人作对，下场会有多么悲惨。先生，那个老女人太欺负人了，这么点钱强取豪夺，我真想去教训她。和她不能正面冲突，你想办法，给我弄几根具有古老阴郁气息的旧绳。李先生手段鬼神莫测。这肯定是用来对付唐彩凤的。小心！该死，竟然没碰到他！算他走运，后续再来找他。兄弟，坚持住，我们马上找人帮忙。先生，我一直想给您道个歉，当初我不该冒犯您的店。你能原谅我吗？不要说了，我原谅你了，这可是跟了我多年的兄弟啊！我要让他们为今日的恶行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开始行动，快！来得好，正好帮那个后生挡一挡麻烦。敢在本仙的地盘放肆，看我收了你们！啊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救命啊！多谢祖师爷庇佑。你就是李成风先生吧？久仰久仰，鄙人牛敬德。您就是常伴唐总左右的那位。您这次登门有什么事吗？唐彩凤仗势欺人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我今天来拜访李先生，就是为了帮助李先生。牛先生也和那位女士有不和，那位在青州有些过火了。哼，他的对手多到2只手都数不过来。李先生是砍玉高手，多半要用环境的气场对付他。您缺材料，只管说，我牛某人必定办到。既然如此，牛先生就帮我弄来那条长长的麻绳和带痕迹的利器吧。哦，好家伙，这要求真是不同寻常，看来是要彻底终结对方的运势。李先生，包在我身上。你把那些核心组件想办法放到那位女士的家里和办公室里，再留2件，我去那座远郊的古旧园林里。
按照你说的，李先生，我已经想办法把这些东西悄悄放到了唐彩凤的家里和办公室了。就是这儿，对应的根基点。接下来是阵法的关键相位。坟墓门口的刀要刀刃往上，刀尖对着坟墓门口；坟墓后面的刀刃必须往下，刀尖对准坟墓后面。一把刀对着头，一把刀对着脚。我要让唐家坟墓里的阴魂不得安宁。佐藤先生，您放心，李成风那个小畜生已经被我拿捏得死死的。咱们那600亿的合作项目，明天就能继续商议。好，佐藤先生，到时候我在望海阁等你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秘书，把空调温度给我调高点儿，想冻死我！唐女士，空调是关着的。姐，你这脸怎么回事？白的吓人，是不是病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可能是下午吹了凉风，感冒了，头有点沉。哎，去！这见鬼的天气，家里怎么跟冰窖一样冷？好了好了，先别抱怨了，吃完饭早点睡觉，明天还要陪东阳的贵客。12点，这么晚了，谁在敲门？龙姐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在做什么？我给你练了是吧？啊？彩凤，救救我！我在这里。亲爱的，醒醒！我做噩梦了，吓死我了！亲爱的，你不要吓我！你到底怎么了？他没气了，没气了！我老公每年都体检，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，怎么会突然猝死？这绝对不是自然的状况，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到底是谁做的？诸事无常，准备后事吧。雷公电母都出现了，小傻逼，你真是比你那个混蛋爷爷还会惹祸。臭小子，你若不想丢了命，就别踏出这里半步。从小阴阳之理，奉天之道，却用风水邪术害人，窃取天机，上天又岂能容你？祖师爷，我却有伤及无辜之事。世俗之事只能用世俗的方法解决，人间有人间的律法，老天有老天的规矩。我所做的一切问心无愧，即使后果再严重，我也绝对不后悔。那里有锋利的东西，红色的，好可怕！别过来！我听说他外地的儿子全家，还有远在京城的兄弟一家也出事了。这究竟是何等霸道阴毒的风水杀局？雷霆手段，简直鬼神莫测。这种人只能做朋友，绝不能做敌人。不干！我的天子座招入局，急需青州权贵的大力掩护。现在我的完美布局被破坏了。李成风这次动用风水邪术害死无辜，已经犯了大忌。我三叔胡天罡生平最恨歪门邪道，我们正好可以借着这件事，让胡天罡出面。咱们诱导他们华夏人内斗，让护龙卫去把李成风给办了。咱们做山关虎斗。
有戏！胡先生，你可真是我的心腹啊！就这么办，借刀杀人，不能把希望全计拖在他们身上。望海阁这边很可能会败，必须兵分两路。明白了，您的意思是，海城那边的增援抵达后，一半小队留下护卫望海阁，剩下的所有人立刻隐蔽离开青州。明白了。老了，我不行了，这杀气太霸道了。二哥，退后，让我来。万象归元，十法奉行。哇！三叔，您可真厉害，随便比划两下就把唐女士给救了，还不是你们太差劲。我二哥是没有天赋，也是不学无术，还和岛国人搅在一起。以后离那些居心叵测的人远一点。现在带我去他家里，必须查出这股气息的源头。我靠！之前没有这尸体的，怎么连过来打扫的保姆也死了？这种绳套，还有这把利刃，到底是谁？竟然用如此阴损的物件，伤及无辜人性命？唐彩凤怎么得罪了这种人？三叔，您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不识抬举的混蛋。唐女士只想让他为华夏做点贡献，可那小子不仅死活不同意，还当场威胁唐女士。仗势欺人，残害无辜，胆大妄为的恶徒，马上带我去见他。好的，好的，三叔请。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吗？是谁用风水邪术害人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赶快给我滚出去，不然要你们的命！吴大哥，你来随缘堂做什么？三叔，就是他，用风水邪术、民间技术害人，你一定不能放过他！唐彩凤一家惨死，圣海金殿的三师挡财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只要你说不是，我转身就走。没错，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，有问题吗？为什么？难道就因为让你为国家做点贡献，你就心怀恨意灭他全家？如果真是国家需要，别说把望海阁捐出来，就算要我这条命，我也毫不含糊。但唐彩凤为了一己私利，讨好岛国人，逼我把望海阁白白送给久居一流的佐藤正雄。给我说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都已经承认杀人了，其他的不重要了。快让龙门八局抓他！放你妈的屁！唐彩凤那个毒妇该死！开皮卡车当街撞杀李先生，要不是我的保镖，现在死的就是李先生。畜生！我先劈了你！我杀汉奸，无怨无悔，伤及无辜，是我过错。这天谴我李成风受了，这里就没有别人了。来吧，老天爷！我祖师爷呢？他怎么不见了？我能躲过天谴，是祖师爷出手了。他肯定违反了天条，只求祖师爷平安无事。
早日归来。1周内，青州城已经发生了7起离奇案件，受害者都在睡梦中失去了意识。最诡异的是，这个看起来像是某种古老的禁制印记。这种手段极其残忍，绝非寻常。到底是什么人做的？这是岛国9局一流最丧尽天良的恶毒禁术。他们在国内暗中饲养这种极阴之物，多半是想聚集阴杀之气，强行污染青州的地脉。一旦青州的脉被污浊，风水将腐坏，到时候整个青州城有难。张大人，城西老旧居民区那边有我们的人狱警，说有怪物闯进去了。看来是鬼婴失控了，我们去看看。程峰，怎么这么大阵仗？我只是个司机，这大白天的好瘆人啊！装神弄鬼！张大哥，别下死手！李兄弟，这等凶杀不直接打得他魂飞魄散，留着过年吗？他们也是受害者，身上除了东洋人强加的煞气，全是极其纯粹的委屈与哀怨。那怎么办？打又不能往死里打，难道站着让他细看啊？老柳，有了，100年老柳定能驱鬼。这打鬼扁只伤阴杀，不散魂魄，好手段，一物降一物。张大哥，立刻通知胡天罡，城外应该有乱葬岗，那边才是他们的大本营。李兄弟，管他什么？魔窟阵眼，我护龙卫的大刀专斩一切牛鬼。蛇神，跟我上！张大哥退后，我们中计了！这是某种邪恶的超自然幻象。程峰，我动不了了。阿弥陀佛，孽障休得猖狂！嚯！找到你了，东洋的老鼠。卑鄙无耻的华夏人，阵眼已开，百鬼夜行注定降临。李兄弟，我们直接攻进去，把这些可恶的家伙一网打尽。不可莽撞！老朽的修为虽能净化这些冤灵，但洞穴深处的阴气极其恐怖，需慎重而行。若强行破阵，未能除掉妖魔，青州危矣。大师说的对，常规方法没用，而且强行除去这些魂体，终归不是上策。张大哥，请你立刻调集人手，去全城给我砍一些10年以上的老柳树枝条，越多越好。好，我这就调动护龙卫外围成员去砍树。四方合一，阴阳更替，引灵之术，逆转乾坤。起！这是什么神仙手段？把所有的柳条全部扔进湖里！张大哥，带上兄弟们，随我杀入魔窟。
蠢的华夏人！百鬼夜行即将引爆，你们就在外面眼睁睁看着青州化为炼狱吧！在我华夏的土地上，还轮不到你们这群东洋畜生猖狂！血祭奇门，破虚妄，斩邪祟，给我破！李施主，老衲镇守中军，你去斩断邪咒。天下龙，罗汉助阵。失控了！弟子李成风愿散尽家财于一身功德，只求换取这些苦难骨肉的来生安宁。青州的危机终于解除了。等等，不对，全市的气运聚集在一点了。有喜，压制天子坐朝的太皇阁已毁，这千年难遇的大成风水局终于展翅高飞。我亲爱的孩子，你的尸骨葬在此处，上阴星辰，下西华夏地脉之气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尸解成仙。到时候，这天子坐朝的滔天气运将彻底庇佑我佐藤家族，我们大岛国将一统华夏。为了最终的宿命，我愿献祭于此。这股宏大的潮流将无人可挡。风水气场全乱了，比之前更甚。发生了什么？望海阁的太皇阁被拆掉了，好一招声东击西！佐藤正雄，你这老狗竟然重启了天子坐朝！阿弥陀佛！好大的妖气，竟敢窃取华夏国运！这个巴子的东洋人敢动咱华夏的命脉，老仙儿们，跟我去拼了他们！手术延期，我必须立刻赶往望海阁。胡大哥，这次我们可不能窝里横。李兄弟，哥哥我之前瞎了眼，受了汉奸的蒙蔽，我给你赔罪。那你那个侄子胡延松，那个数典忘祖的畜生，我已经亲手打断他的腿，把他丢进牢里了。好，打得好，胡大哥，今天咱们兄弟俩看看岛国人在玩什么把戏。这里现在是我们大岛国帝国的地方，华夏人公开！狂妄的畜生！老子今天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你们挫骨扬灰！胡大哥，收起来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对面十几个顶尖武士，
胡大哥就算再能打，也会吃亏。我不下七杀锁魂阵，需要拉开距离和时间。现在距离太近，阵法没启动，咱们就被砍成肉泥了，只能先退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算你们识相，滚！我阿弥陀佛，小施主又见面了。你可是遇到了麻烦，需要贫僧相助。晚辈见过大师，多谢大师仗义出手。这老和尚气宇轩昂，绝非凡僧，定然是察觉到了青州气场异变，顺藤摸瓜找来的。哈哈哈！东洋人窃取华夏，气运妄想世界成仙，只要破解，就是一场天大的功德。这里是我华夏的土地，该滚的是你们！八嘎！铁蛋呀，我服慈悲，下手千万不要太轻，让他们走得痛快一点，免得在人间受苦。哦，弟子遵命。施主，这里就交给他，咱们该去处理那边的事情。东洋贼寇丧尽天良！李施主，你们继续向前，这里的华夏亡魂交由老衲超度。张兄弟，比比谁杀敌更多。好。雷霆万钧，给我碎！下地狱去吧！弟兄弟，别管我们，我们用东洋人的尸体替你铺路，你只管往上冲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今天就用我大岛国神明之力，将你们粘成肉泥。拿几只东洋小瘪三的畜生魂魄，也敢在爷爷面前称神？吾皇白柳辉，东北五路仙家兵令，上身！不可能！大岛国的神明怎么会被？去死吧！找到了。穿着龙袍葬在我华夏的风水眼上，还想尸解成仙，窃我华夏国运！你真是痴人做梦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悠悠真火燃！佐藤家族一统华夏的美梦彻底破灭了。不，剑一，我的天子举，我佐藤家族的大业啊！李承风，今日断局之辱，来日必百倍奉还。我久举一流，早晚必断你华夏主龙脉。哎，干得漂亮，李兄弟！阵破了，青州保住了。还没完，这望海阁终究是一个归幻天子，在如今的华夏不被需要。他就像一颗扎根在青州的毒瘤，只要这洞楼还在，东洋人的阴谋随时可能死灰复燃。李兄弟，你的意思是，这可是价值几十个亿的青州地标啊！在华夏的国运面前，几十个亿算个屁！
我们走。祖师爷，你回来了！没出息的臭小子，本仙不过是去天上溜达了一圈。你在防空洞散尽家财，超度满城鬼营，又破掉天子局，搅乱岛国阴谋，立下了滔天功德。最后连三世符都替你求情，这天大的因果，才让九天正神破例，让本仙重回人间。只要你能回来，散尽家财算什么？就算是拿我这条命去换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不少跟我耍这些嘴皮子，以后行事需多加小心。但若是遇到那些图谋不轨的外敌，定要给我狠狠的……疯子，出大事了！你看新闻。疯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天灾吗？这不是天灾，地震自古便和龙脉有关，俗称地龙翻身。这一次多半是人祸，华夏的龙脉出事了。还是不行，驻守巴蜀九龙山的护龙卫小队通讯全部中断，只有盲音。老胡，会不会是地震把信号塔弄坏了？护龙卫用的是军用独立卫星频段，除非他们全军覆没了。看天上！龙脉在流失啊！快上山，一定要保住最后的平衡点。老李，前面有人。是我护龙卫的兄弟，那是执念不散的阴魂，他要带我们去龙脉的雪眼，跟上他。全死了！秦大哥，龙脉已断，你尽力了，放下吧。这帮畜生，老子要生啖了他们的肉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李成风，你终于来了！佐藤老狗，你断我华夏龙脉，杀我护龙卫同胞，今天我要把你剥皮抽筋！斩断这巴蜀龙脉，既是为了弥补我在海城和青州的失败，更是为了布下这个必杀之局。我要将你们彻底碾碎，以报断我大计杀我子孙的血海深仇。昆仑的失败不会重演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拿命来！大哥，守住你的位置。兄弟，死守方位，天地阵法，起！还我兄弟的命！炸死你们这群混蛋！你们这些人真以为依靠这个阵法就能反击吗？太天真了！大哥，伙伴，你竟然动用这种卑劣手段！
巴蜀龙脉断裂，萧峰有死劫。孩子，这是我能帮你的最后一次了。已无残躯，然无精血，逆天彻地，开！今天谁也救不了你，死吧！然后看我如何彻底破坏这里的根基。请祖师上身！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。区东洋老狗，也敢欺吾徒孙！错！我是九曲一流的顶尖宗师，大岛国的千秋霸业，绝不可能毁在你手里！不，这不该是我的结局。爷爷，我没有辜负你的牺牲。李兄弟，你看，龙脉停止损坏了。天地无极，奇门震脉，给我稳住！疯子，你看这个，全是东洋密语写的机密文件。他们之所以能精准避开华夏军方最顶级的雷达，准确找到巴蜀龙脉最隐秘的穴眼，是因为护龙卫内部藏着一个身居高位、只手遮天的终极汉奸。